谢谢。第3位提问人是台视新闻部副理李四端先生，李先生。3位参选人好。从刚刚各位的政见发表中，似乎统独之争已经成为这场选举辩论的主调了，至少今天在这个会场上如此。因此，我的问题非常直接，我想请教陈水扁先生。刚刚你的一位对手指责你是支持暴力、支持台独的幕后黑手，另外一位指责你所代表的政党是鼓吹台独，对社会安定是有危险。请问您在统独跟省级这2个议事问题上，您的信仰跟主张是什么？您的个人的信仰以及您所代表政党的这方面主张，会不会反映在您未来的施政上？究竟在这场选举里面，对于统独的疑虑，选民应该把它当作多大的分量？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也请您评估一下925事件对台北选情，对你们3位会不会有影响？请陈水扁先生先答3分钟。我的太太是这个暴力的牺牲者，我相信呢，9年以来，我们深受暴力苦之害。我相信在场没有一位朋友能够比我感受这么样的深，所以我痛恨暴力，我反对暴力。但是很清楚，我们得了解到说，今天有很多的事情的处理。如果说我有机会选上台北市的市长，要求警察要维持中立之外，最主要的要保障合法，取缔不法。今天如果说我是台北市的市长，纵使是民进党的任何的群众运动有任何的违法形式，我还是不会宽纵的，我还是会依法严办，我永远站在警察这一边。其次，有关于台湾的未来，我相信作为一个人民，绝对有权决定国家的前途，作为人民绝对有权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在宪法的言论保障之下，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有不同的好方向跟主张，我相信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认为，今天我在台湾来这个成长，我相信我热爱这一个土地上的人民，我也认同这一块的土地，我也相信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同的族群，我们应该要融合在一起，我们台湾才有希望，我们的台北才有机会。所有的 CIS 讲得很清楚，4大族群应该要心手相连，但是我也要进一步支持，包括我个人在内，这一块土地上的所有人民出国所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我相信大家口袋里边所带的可能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我相信陈水扁没有例外，除非经过法定的程序有所变更，否则陈水扁选上台北市的市长，我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一员，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看得到。纵使在立法院标榜中华民国终结者的陈婉珍委员，当他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在他后边所悬挂的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我相信没有例外，这一点也毋庸置疑，非常清楚。第2位赵少康先生2分钟。如果陈水扁委员真的是这样愿意跟暴力划清界限，能不能请你在这边谴责你们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副总召集人叶耀鹏那天在925在高雄暴力事件，他跳到车上去骂人，你愿不愿意？你光讲一些理论嘛，今天要骗选票嘛，对不对？你不要讲一些模糊的概念，你实际谴责叶耀鹏嘛，你谴责许荣奇嘛，你谴责全民计程车，你呼吁大家不要搭全民计程车嘛，你通通不做嘛，光讲一些空洞美丽的词藻嘛。今天平常你用预算书打行政院长，平常你做他们的这个幕后的支持者，到了选举，你说你要跟暴力划清界限，你去年要我们走进坟墓里面。许荣奇发生事情以后，你还说要宽容，要多沟通，不要以暴制暴。什么叫做以暴制暴？好人的人权在哪里？乘客的人权在哪里？今天你坐上全民计程车，你敢叫他把电台的声音关小一点吗？我认识好多人被拖下来打一顿了，你有没有站出来谴责？有没有谴责？民进党党纲里面台独党纲，那是不是请陈水扁委员叫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嘛？否则你3天之内退党嘛？对于我很不愿意这样讲，对于吴淑珍女士，我非常的
尊敬而且同情。但是你一直说是暴力，党外也派了3个律师，包括李庆雄律师去调查，撞到吴淑珍女士的，她全家5票是投给你的嘛？这怎么叫暴力呢？这是错嘛？你为什么一直把它讲成暴力呢？我想啊，很多事情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我赞成什么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就反对什么。你既然主张台独，就承认嘛。我刚刚问你问题，你也不敢讲。现在为了选举又闪闪烁烁，没有原则嘛。第三位这黄大洲先生。前委员他在我们的公共形象里头是一种暴乱、捣蛋的一个象征了。就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你把这个台独正式列入党纲的话，那很清楚啊，你有没有办法除掉呢？你这个对将来这个两岸和平稳定的关系那个影响不得了，老实讲，不但说这个对台北市治安、对台北市的交通，简直是雪上加霜，不得了，这不得了，对不对？那民众怎么敢相信你呢？你口才很好，讲到头头是道，做的不是那回事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能够正式宣布划政界也可以，但我不晓得你敢不敢，啊，不晓得你敢不敢。哦，我对这个前大嫂的我很同情。你在台大的时候，我当总务长，我还到医院去。有人说不要去没关系，我说还是应该去，表示我人性的关怀，人性的关怀，事实上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台湾的局面不要再改什么台独，我看这会毒死我们。老实讲，这毒死我们，这应该是清清楚楚把它划开掉，最重要，这样台湾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我看法是这样子。第4轮，我们请黄